俄军心痛，乌军海马斯再次击中大雨。俄远程导弹储备增长速度超预期，但乌军防空网依旧不惧，且在第聂伯河即将凿穿俄军主防线。美军增援铁穹系统，以色列对空防护将固若金汤，没人能打透。下面请看详细报道。有消息显示，乌军的海马斯火箭炮再次发威，多枚打击要塞目标的 M31系列卫星制导火箭弹，远程打击了位于第聂伯河左岸的斯卡多夫斯克的一处酒店。虽然俄罗斯官方放出消息称，所有海马斯火箭弹都已被拦截，但迅速赶到现场的救护车、消防车和 FSB 官员则表示，事情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有人会问，不就是击中一处酒店吗？有什么好在意的？这是因为这座由集体农庄改造成的高级酒店不一般。据包括 TG 频道 Nikolovsky Valak 在内的多个消息源显示，这座酒店经常会有非常重要的官员居住，大楼附近光是军用车辆就超过10多辆。据称，乌军的这次打击造成了7到10人死亡，11人受伤。一些俄罗斯消息人士也称这次袭击很糟糕，非常糟糕，真不知道这回又是什么大人物在这次袭击中毙命或受伤。虽然乌克兰军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正式评论，但若是这消息最终得到确认，俄军估计又要开始心痛了。对了，相比于乌军导弹的精准，俄军导弹的报复打击最近转头好像差得离谱。本来袭击乌军敖德萨防空网的反辐射导弹直接拐弯打到了商船上，让人感到费解。乌克兰南方集群司令部发言人布拉丘克宣称，俄军发射了一枚 KH-31P 反辐射导弹，击中了一艘正在进入敖德萨港的商船，袭击造成领航员死亡，3名船员受伤。乌克兰基础设施部部长库布拉科夫则证实了该消息，并指出这是一艘挂利比里亚国旗的商船，而导弹击中的位置正是商船的舰桥。截至11日，包括俄罗斯政府在内，该事件的多个涉事方均未对此发表官方回应。不过，根据现场照片来看，本次事件似乎是误击。KH-31P 反辐射导弹在击中商船后，并未看到明显的爆炸和起火的痕迹。鉴于 KH-31P 反辐射导弹全重600公斤，且不适合攻击舰船，有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俄军发射 KH-31P 反辐射导弹很可能是为了打敖德萨乌军防空网的，但因不知名原因，最终没能击中预定目标，却砸到了这艘倒霉的利比里亚籍商船。俄军对敖德萨港口的执念一直都未曾减弱，在其宣布退出黑海粮食倡议后，就再次恢复了对敖德萨港口的打击，甚至曾一度导致敖德萨港口无法投入使用。好在后来乌克兰获得了北约援助的防空系统，俄军针对敖德萨港口的远程精确打击效果急剧下降，现在依然不断有商船进出敖德萨，运走大批粮食、钢铁和铁矿石等商品。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俄军虽然未能成功，但其远程导弹储备增长的速度好像超过了预期。难道是为冬季发动新一波攻击做准备吗？根据 ISW 援引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官员瓦迪姆11月6日所提到的数据称，俄罗斯现储备有约870枚高精度导弹，而瓦迪姆曾于8月28日表示，俄军总共储备了585枚远程导弹。也就是说，自8月以来，俄军已增加了285枚导弹储备。对此，有人就担心，俄罗斯能在北约制裁下如此高效地制造远程导弹，着实令人担忧。但火力军想说，俄军制造远程导弹的速度确实出乎意料，也能对乌军造成麻烦。但从这场战争爆发开始，俄军就暴露了在防空压制作战方面的严重缺陷。尽管俄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一再宣称要摧毁乌克兰空军和乌克兰防空网，然而事实证明，乌克兰空军依然十分活跃。乌克兰的防空网不惧俄军导弹部队和俄空天军。此次俄军制造速度的小爆发，可能是其通过一些空壳公司或回购已售武器的方式，才躲过了北约的制裁，小小的爆发了一波。但想来这方法长久不了，毕竟北约对俄罗斯实施的是多方位制裁，其中切断俄罗斯用于生产远程导弹等尖端武器的零部件供应，仅是其中一项而已。乌克兰军方8月也曾表示，用于乌俄冲突中的俄军导弹含有30到50个外国制造的部件，俄罗斯想要凑齐且能满足量的需求还是有难度的。再说了，目前乌俄两国的空中力量虽然都遭到了对方地面防空网的压制，都在使用各类武器打击对方防空系统。乌军使用的主要武器是美国援助的 AGM-88 反辐射导弹和无人机，俄军则使用 KH-31P 系列导弹。
不过，通过刚才的例子，俄军 KH-31P 系列导弹的打击效果好像并不怎么样，反倒是乌军使用的 AGM-88多次击毁了包括 S-400在内的大量电子设备。究其原因，还是俄军科技树点歪了。其落后的电子工业和对防空压制作战的不上心，让他们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了远程对地攻击导弹生产上，这才导致在反辐射导弹等专业武器研发上拖了后腿。此外，火力军感兴趣的是泽连斯基的计划。他11月8日曾放话称：“我们有一个计划，乌克兰将努力在今年年底取得战果。”当时有报道称，泽连斯基提到的计划已经有了具体的目标城市，但其也表示还不能分享所有细节，这倒是挺令人期待的，不知道年前是否能达成。当然，如今赫尔松前线也值得我们小小的期待一下，因为乌军即将凿穿俄军主防线。乌俄双方在克林基、科扎奇拉杰里和皮沙尼夫卡以北的战斗仍在继续。目前 T-2206 北部的森林地区正在发生战斗，乌军正在从皮德斯杰普涅以北向科扎奇拉杰里推进，并且有消息称，乌军要在皮沙尼夫卡东面与科扎奇拉杰里之间建造一个新的桥头堡，在扩展渡河能力的同时，还要将这几处乌军滩头阵地连成一片。为此，乌军加大了对科扎奇拉杰里以南和东部俄军阵地的进攻。也正是由于乌军的猛攻，以及提前在第聂伯河右岸部署的大量防空力量，如猎豹防空系统、电子战部队等，让克林基方向渡河成功的乌海军陆战队人数从原来的几个排增加到了几个连，每个连有100人。与此同时，乌军还在向克林基的东部边缘和其南部的森林挺进，即将接近俄军的主防线。由于这里的俄军第聂伯罗集团军主力全部部署在大约5公里深、40公里长的一个非常狭窄的地带，非常缺乏纵深，因此只要乌军能顺利完成人员和装备的渡河，就有机会快速凿穿俄军的防线。据战争研究所的最新报告中指出，俄军指挥部已经捉襟见肘，很难既在其他地区进行防御，又重新部署有效的增援部队来应对乌军在赫尔松东部的推进。由此可见，乌军凿穿俄主力防线的机会是很大的。在以哈冲突方面，我们这次只聊援助这件事。先有德国从波兰撤回爱国者，有可能部署到以色列，后有美国增援以色列2套铁穹，这本来就是中东强无敌的以色列，这下是一点机会都不给哈马斯了。10月8日，德国国防部称，11月10日，德国方军爱国者系统将结束在波兰的任务，15日开始将逐步回撤。德国在波兰的防空系统有3套，另有320多名人员进行操作维护。当初之所以要部署在波兰，一是因为他们是加强北约东翼的一部分。去年11月时，有一枚 S-300防空导弹落入波兰境内，虽然俄罗斯一直否认，称该型导弹已淘汰，但北约仍决定加强东翼的防空力量，所以德国防空系统就在2023年1月布置到了波兰。二是因为自俄乌冲突以来，北约军援的武器装备主要是从乌克兰的西边的波兰方向、罗马尼亚等方向进入的乌克兰，所以为了避免俄军跳墙，就在波兰部署更多的防空反导系统，来避免遭受俄军打击。至于现在为什么要回撤，前面也说了，现在的乌俄战场，乌军在防空方面占优，俄军若是想要打击北约援助通道，肯定会被乌军拦截，所以德国适当的把防空系统挪走，其影响不大。更何况，据法新社11月9日报道，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向罗马尼亚出售价值25.3亿美元的 M1A2 主战坦克及相关装备。这下即便撤走3套爱国者，北约东翼的力量也不算减弱。美国防务安全合作局在声明中还说，向罗马尼亚军售 M1A2 将帮助改善北约盟友的安全，并提高罗马尼亚应对当前和未来威胁的能力。那爱国者防空系统撤回会重新部署到哪儿呢？这目前还没有消息确定。有人说是准备去保护以色列的安全，也有人称是要搬回德国保护德国的安全。当然，若是最终选择保护以色列的安全，那以军防护将固若金汤。毕竟爱国者加铁穹以及以色列其他手段，估计没谁能打得透。另外，据美国防务新闻报道，美国正向以色列运送2套铁穹系统，增援目前以色列。据悉，这2套铁穹是2022年底美陆军第94航空和导弹防御司令部购买的2套铁穹系统，备弹300多枚。美国陆军采购主管道格布什在7月表示，这2套租给以色列的铁穹，在明年租约到期后可以买下它们。铁穹系统自服役以来，其表现还是相当给力的。2021年，哈马斯曾在1周内向以色列发射了超3000枚火箭弹，铁穹成功拦截了大部分火箭。
2022年8月，共有580枚各类火箭弹和迫击炮弹从加沙地带射向以色列，但铁穹系统仍旧取得了97%的拦截成功率。哪怕是此次冲突刚开始时，哈马斯20分钟内发射了5000余枚各类型号的火箭弹，即便杯水车薪，但仍展现了强大的实战能力，成功的拦截了许多这样的火箭。这优秀的防空系统是怎么构造的呢？铁穹系统是一套全天候的机动性防空系统，由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研发制造，主要用于拦截5到70公里范围内的火箭弹，从而保护城市免受短程导弹和火箭弹的袭击。其主要的设备为一台以色列自研的 ELM-2084多任务相控阵雷达，搭配一套以色列企业 Prest System 研发的战斗管理与武器控制系统。其使用的塔米尔拦截弹最大飞行速度 2.2 马赫，战斗部装药11公斤，采用破片杀伤。一般来说，铁穹会使用2枚拦截弹应对一个目标，射高基本可以覆盖4到70公里高度的空域。据公开数据显示，一套铁穹系统会配备有60枚拦截弹，配备上雷达的话，最多可以为120到150平方公里的地区提供防御。以色列预计部署15套，也就是900枚备弹。再加上以色列还有能拦截伊朗流星3导弹的间隙反导系统，和能拦截飞毛腿和圆点中近程导弹的大卫投石索，所以一般情况下，以色列的防空网称得上固若金汤。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资讯全部内容。大家觉得乌军在第聂伯河会如何打穿俄军主防线？以哈冲突接下来会如何？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